唔好意思啦，因為中間唔小心撳錯掣啦，導致咁樣。咁我頭先講翻最後嗰句啦，呢個係4個項，1、2、3、4，將佢分成2個項，然後剩翻1個項。OK， 咁所以其實同學呢度你就會發現出現咗一個4、2、1，咁最後你會做到呢個答案。所以做呢類題目嘅時候，你要小心啲。如果你係抽加號嘅話，你就好簡單嘅啫，照抄就得㗎啦。Y 照抄 ，X 照抄，加號照抄。但係如果抽減號咧，你記住一樣嘢，呢個其實已經係就減轉咗做加，因為冇寫係加嘅。呢個加就要轉咗做減，所以其實要記住呢樣嘢。所以要明點樣去做呢一條題目 ，OK？ 好啦，咁我哋再做落去嘅另一啲部分嘅題目啦。咁我哋試下做另一條數，就係 P 2次減 2PQ 加 2P 減 4Q。好啦，嗱，做呢類數嘅時候，你會發現一樣嘢，咦，阿 Sir 有4個項，有3個都有 P， 咁我哋應該點樣揀呢？咁調翻轉頭，我哋唔好睇個 P 住先啦，我哋先睇個 Q 先。Q 有2個，會唔會係呢2個同組呢？咁於是乎，我哋就諗一樣嘢啦，不如將 P 2次加 2P 擠一組，減 2PQ 減 4Q 擠咗一組，因為2個 Q 應該抽出嚟係歸同一組噶嘛，另外 P 就自己佢都一個 P 啫，咁就自己抽出嚟。於是乎抽個 P 出嚟 ，P 加2減，好啦，嗱，抽減好咯喎，各位同學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即係話中間呢個符號由減就要轉加啦。好，但係今次減抽咩咧？你會發現係寫得唔好啦，應該係抽 2Q 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抽咗 2Q 拎走咗咧，就剩翻個 P 喺入邊，再加2啦。咁你會發現左右2個都係 P 加2啦。咁於是乎就係 P 加2，然後將剩翻嘅嘢抄埋最後個括號，攞走咗 P 加2之後，前面剩翻 P， 攞走咗 P 加2，後面剩翻減 2Q， 所以咁樣就會做完㗎啦。OK， 咁呢度又係啦，4個轉2個轉1個，巧妙在於就係你能唔能夠將佢分成2組，能唔能夠分成2組？咁係咪等於你仲冇其他題目可以再做落去，可能試到呢？其實仲有一類型嘅題目係可以做到嘅。舉個例子，有一條題目叫做 P 2次減 Q 2次加 P 減 Q。好啦，我哋呢個當另一個例題，呢條係我哋嘅第4條數啦，頭先做嘅。好啦，咁你會發現一樣嘢，咁我哋組合入邊根據頭先老師所講啦，即係話我哋將呢一個 P 同 P 擺埋一齊啦 ，Q 同 Q 擺埋一齊啦。好啦，跟住你會發現做完 P 抽 P 加1減 Q， 嗱，我都記得阿 Sir 講嘅，因為抽減號啊嘛，所以後面呢個減就會轉加，變成 Q 加1。好啦，咁做完之後發現，咦，阿 Sir 唔對路啦，因為前邊呢個係 P 加1括弧，後面括弧係呢個係 Q 加1，咁我冇得再有相同嘅東西抽出嚟咯喎，咁係咪即係我做錯咗呢？你唔係做錯咗，你要記住一樣嘢，只係你運用恆常嘅方法入邊，我哋唔可以將條題目再因式分解落去啫。但係係咪繼續拆唔到呢？唔係，咁我哋就要改變方向啦。咁呢條數嘅正統做法係乜嘢嘢呢？原來呢個世界上仲有條公式係我哋有機會會用得着喺呢條入邊嘅。當你發現唔對路計唔到落去之後，咁我哋點樣處理呢？咁我哋原來仲有一個方法嘅，因為我哋學過一條好特別嘅公式，叫做 P 2次減 Q 2次呢，就等於 P 加 Q 乘 P 減 Q。原來呢，我哋仲有呢條公式可以用嘅。咁於是乎我哋就諗，咦，後面呢個係 P 減 Q 喎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呢一度入邊能夠抽到個 P 減 Q 出嚟嘅，咁都可以啦。咁即係話前邊呢個，我哋於是乎將佢照抄，變成 P 加 Q 乘以 P 減 Q， 再加
好啦，因為抽加號嘛，我哋開個括弧，兩個冇嘢抽，咁即係抽咩啊？根據因式分解所講，即係 factorization， 冇嘢抽，即係抽一出嚟嘅。咁所以其實就 P 減 Q， 抽個一出嚟，但我哋唔寫出嚟。如果你驚自己計錯數嘅，我建議你寫個一喺度，方便你自己唔好漏嘢。跟住最後一部分，咁點做啊？兩個東西入邊已出現咗一個相同項，呢個叫做一個項啦。今次呢個叫第一個項，呢個叫第二個項。好啦，兩個項中間相同咗嘅出現嘅就係 P 減 Q 呢個括弧。於是乎，我抽 P 減 Q 出嚟啦。然後剩翻嘅嘢開一個括弧出嚟 ，P 減 Q 用咗呢個括弧前邊剩翻 P 加 Q。後面抽咗 P 減 Q 之後，嗱呢一度就係最重要啦。因為如果你唔寫個一嘅話咧，你就會發現阿 Sir 交後面有咩寫啊？係咪零啊？記住喺乘除抽呢個位入邊應該係有一嘅。我哋好少會出現零嘅，因式分解係唔會出現零嘅，因為出現零嘅話咧，其實你係唔使計嘅。所以如果你寫零喺度咧，差唔多我好肯定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做因式分解呢類題目咧，接近係錯咗㗎啦。OK， 咁所以其實呢度就咁樣寫完。點解呢個最後答案啦？因為一個括弧。兩個括弧裝晒所有嘢，咁於是乎佢係得一個項，咁呢個就係因式分解最終結嘅答案。好，咁仲有最後一類型嘅題目嘅，咁我哋講埋呢度咧，今日就會完㗎啦。4A 二次加 4AB 加 B 二次減64。咁啦，你會發現呢兩條數，咦阿 Sir， 我記得啦，你建議我做嘅方法都係嗰句，首先分兩個項啊嘛，你會發現一樣嘢，我哋個組合入邊，如果我將佢抽個 B， 我都唔使啦，我識睇㗎啦，抽個 B 出嚟，呢個會變成 4A 加 B， 咁呢個點樣抽都唔會有 B 㗎啦，咁所以阿 Sir 一定唔係咁做啦，係咪咁樣做咧？於是乎我就諗啊，係咪咁樣做咧？咁樣兩個咧？咁我哋發現，如果我哋咁樣組合嘅話，我用紅筆寫啦，抽個 4A 出嚟，你會發現呢度出現嗰個叫做 A 加 B。如果我哋將佢呢個因式分解 B 二次減64咧，你要留意一樣嘢，係 B 加8乘 B 減8。你會發現呢度冇一嚿嘢可以做落去，即係簡單講句，如果個老師要求你做 factorization 嘅話咧，你就會發現其實呢個係計唔到落去㗎啦。咁所以其實個諗嘅方向咧，可能有少少唔啱。不過我都係嗰句，請你哋唔好放棄。你覺得而家呢個方法唔啱，你諗唔到第二個唔係嘅，因為其實都可能因式分解到。你嗰陣時就要問自己，阿 Sir， 我試咗第一次唔得啦。好啦，咁我還原基本步啦，我做翻第二樣嘢。我用藍色原子筆做，我都係抽4，好啦，我都係咁啦，調翻轉頭，我將佢抽 B 啦，4抽完之後變成 A 二次減16，跟住抽個 B 出嚟 ，4A 加 B， 都係嗰句，呢一個都唔可行嘅，因為你會發現呢兩個括弧唔一樣啦。即使你拆埋佢做 A 減4乘 A 加4都好，呢兩個括弧都唔會一樣嘅。所以第一個方法唔得，第二個方法唔得，咁點算啊？哦，原來呢個世界上各位中三嘅同學，請你記住啦，你係中三㗎啦，唔係再係中一，唔係再係中二。原來呢個世界上諗嘢，我哋唔可以淨係咁簡單嘅。4個項嘅東西，原來唔一定係2加2嘅喎。呢個世界上仲有一個樣嘢加埋會等於4㗎嘛，就係3加1。咁於是乎，我哋剩翻最後個諗法就係，當你發現試完2次都唔得嘅，唔好灰心住，好大機會佢第三個可能性就係咁樣3個項。因為點解揀呢3個啊？因為 A 二次、AB、B 次，我哋又有另一條公式啦，就係 A 加 B 嘅二次等於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。我哋可以用呢條公式去幫你解決呢條問題啦。首先呢條問題入邊，你會發現一樣嘢好簡單，4A 我哋可以寫成 2A 嘅二次方加2乘 2A 乘 B 加 B 嘅二次方，呢個就係我哋當佢嗰條公式入邊嘅二次，再加2乘以前面嗰嚿嘢
再乘埋後面嗰嚿嘢，再加埋佢嘅二次方，再減64。所以我哋可以下一步好清楚地寫到答案，就係 2a 加 b 嘅二次方減64啦。阿 Sir 咁都係做唔到嘅 factorization。其實咧，老師正常嚟講一定係 set 一啲咁樣嘅數字，64啊、16啊、25啊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會知道下一個步驟就係 2a 加 b 嘅二次減8嘅二次啦。咁於是乎會點啊？就會變成兩個二次方相減，就用翻我上邊呢條公式啦。開一個括弧，兩個括弧。點抄啊？前邊抄先 2a 加 b，2a 加 b。後面嗱有同學提翻你哋啦，有機會會抄咗個64落去，但記住佢係8嘅二次，我哋要二次配二次，所以呢個係減8，但係一個係加8。咁我哋就做完啦，因為發現有兩個括弧嘅東西食埋咗，咁呢個就係最後叫做一個行嘅東西。好啦，我哋錄咗兩段片俾你睇啦，嗱，希望同你溫翻一啲中二學過嘅嘢。咁但係同學希望你明白一件事，所有嘢如果你做到落去唔對路嘅，唔該請你主動揾我，因為有時候萬變雖然話萬變不離其宗，咁但係到你親身實踐嘅時候，你可能都會遇到問題嘅。唔緊要，請你早啲問，早啲解決你哋面對所有嘅問題，好冇？係咁多。